12月21号，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指出，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违反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决定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希望台湾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ECFA 作为促进两岸经贸合作的重要举措，实施13年来，大陆对来自台湾的进口产品直接减免关税近100亿美元，为台湾有关企业和民众带来切实利益。然而，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却把 ECFA 抹黑为糖衣毒药，上台后不断变本加厉，修改规则、设置障碍，恶意阻挠破坏两岸经济正常交流合作。ECFA 对于台湾经济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民进党为何一面污蔑攻击 ECFA， 却又一面紧抱 ECFA 不放呢？一起来洞察关键。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自2024年1月1号起，对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对二甲苯等12个税目进口产品终止适用 ECFA 协定税率。也就是说，从2024年1月1号开始，台湾地区出口到大陆的部分石化产品将由目前的0关税变为征收2%至10%关税，即与除东盟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至中国大陆的石化产品征收相同关税。消息一出，震撼全岛。为了降低事件冲击，作为始作俑者，民进党企图通过抹黑 ECFA 来平复舆论声浪，故作淡定地嘴硬道：“ECFA 占台湾整体出口低于4%，对经济冲击有限。”对此，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介文吉认为，民进党当局官员指称 ECFA 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根本是信口开河。民进党的官方过去3个月一直在发表一些文章，叫他们的贸易专家一下说，ECFA 废除影响不大。他最保守，他把他所有的这个冲击他降下来的话，大概是6000亿台币。他绝对是怎么样避重就轻嘛，把它算得最低，对台湾的贸易损失是6000亿。可是这个可能是太乐观的估计啦，这个只有厂商自己知道。厂商比如石化业然后机械业，我们的机械产品如果没有享受这个0关税进大陆市场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日本、韩国的产品在中国大陆竞争的。那这些就是这些厂商会恐慌。民进党自说自话，很快便遭到产业界打脸。石化是台湾出口主力产业，尤以大陆及香港为首要出口地区。据相关资料统计显示，2022年台湾石化产业对大陆出口62.4亿美元，其中受惠于 ECFA 早收清单的规模在17亿美元左右。台湾中时新闻网就以吓坏大陆取消 ECFA 部分关税优惠，台湾业者低调急开会为题报道称，听闻大陆此项措施，岛内各大相关公司纷纷紧急开会。台湾石化工会表示，这次几乎岛内所有石化业都会受到冲击。未来若进一步扩及石化88项适用产品，以去年出口数字及平均税率7.38%计算，要多缴163亿元新台币税金，且实际对产业的冲击更大。台湾工业总会直言，这势必会冲击岛内就业情况。依据台石化工会资料显示，目前在岛内相关产业从业人数高达43万人。岛内石化龙头台塑集团也发表声明指出，ECFA 对两岸经济发展有重大贡献。大陆即将终止 ECFA 部分石化产品的关税减让，将对台湾的多数产业影响很大，希望能尽快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作为海峡两岸之间的双边经贸协议 ，ECFA 签订于2010年，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向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的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萧万长当时就把 ECFA 誉为60年来两岸关系的新里程碑。那么这些年来 ，ECFA 对台湾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自 ECFA 生效至今年9月，台湾地区出口大陆产品或关税减免总额达98.36亿美元，而台湾地区减免大陆产品关税金额为10.52亿美元。从这个数据不难看出，台湾从 ECFA 获得的好处远大于大陆。台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直言，ECFA 可说是对台湾效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如此 ，ECFA 还有助于台湾免遭边缘化。台大农经系前主任兼所长徐世勋称
目前世界上已有各种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严重限缩台湾出口贸易市场，尤其侵蚀台湾在大陆和东盟市场占有率。2022年元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台湾不在其中。但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布局，ECFA 将提高台湾区域经贸战略价值，有利于吸引外商把台湾视为前进大陆市场的主要门户或重要枢纽，并利用台湾作为制造、研发、运营的亚太区域中心。但是，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却又对 ECFA 的好处全然承受。这种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行径，被蓝营怒批小英跨时空自己打脸。马英九当时在推动 ECFA 的时候，就是痛骂这叫糖衣毒药。可是他执政之后又说要概括承受，一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兑现他的诺言，公投来废 ECFA 哈。为攫取选票，谎言连篇，一直是民进党惯用的手段。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近期就罔顾事实，热衷于炒作所谓对美贸易，多次宣扬台湾今年上半年对美国投资的金额已经高于对中国大陆投资的金额。但赖清德不敢谈的真相是，台统计部门曾有数据显示，大陆与台湾经济的联动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大陆经济每成长1%，可拉抬台湾经济成长率约0.3%。美国拉抬效果仅0.075%，数据和历史轨迹都清楚说明，随着两岸经贸高度融合，台湾与大陆早已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联合体。赖清德在选战中还要继续主张把大陆隔绝在经贸政策蓝图之外，这若不是真笨，恐怕就是又要用意识形态来骗选票了。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指出，民进党当年说 ECFA 是糖衣毒药，这几年执政却大当补药，两岸贸易从来没断，依赖度非常高。如果没有ECFA，对台湾的经济伤害会多大？所以民进党政府面对ECFA，要好好跟大陆协商，不然你赖清德又在吹牛，说你的 GDP 可以达到3.5%，你别对来。民进党对于 ECFA 的态度就是既想享受 ECFA 对于台湾的实际的优惠，又不想去承认 ECFA 所需要的两岸同属一中、九二共识的这样一个政治基础。这也显示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的一贯的这种双标的立场。赖清德日前还叫嚣不赞成与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议，并称如果服贸通过，就会有大批大陆人进入台湾抢台湾人饭碗，并且会影响当地的生意。对于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马英九笑称：“这种鬼话怎么说得出来？”赖清德脑子坏掉了。他还危言耸听地说，服贸会让大陆人来台湾开店卖鸡肉饭，甚至会引进5000万人来抢台湾的工作，让台湾的经济惨。你真是在讲天方夜谭了，造谣生事。你让我感觉到你快要失去理智了。值得注意的是，海关总署决定自12月22号起恢复已暂停1年半的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此前，因多次从台湾地区石斑鱼中检出孔雀石绿、结晶子等禁用药物，海关总署于去年6月13号起暂停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一段时间以来，岛内石斑鱼业者通过多种渠道表示，愿意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产品品质，确保输往大陆石斑鱼安全。中国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中华华夏农经协会理事长苏清泉，以及台湾两岸农渔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一成，积极指导岛内业者进行整改，带领岛内业者来大陆参访，表达了关于石斑鱼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提供了部分岛内业者的整改情况。大陆方面综合评估后作出上述决定。朱凤莲还表示，只要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我们愿意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有分析指，从终止 ECFA 项下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到恢复台湾地区石斑鱼输入，大陆释放出强烈信号，敦促台湾当局正视和解决贸易壁垒问题，希望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确轨道。两岸双方可在9·2共识的基础上，协商解决两岸经贸关系中的各类问题。
而这也是关系到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繁荣还是衰退的关键选择。这一次我们一方面终止了 ECFA 部分产品的关税的减让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恢复了石斑鱼的输入，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只要台当局无论是谁执政，能够正视两岸经贸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能够务实的去处理两岸经贸关系所存在的问题，能够停止用一种台独意识形态的方式去操弄两岸经贸，去污名化两岸经贸，那么我觉得两岸经贸关系就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12月21号发布公告，决定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那么，这对台湾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台湾有2大产业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大家所了解的，是台湾第2次产品，特别是半导体领域，台湾很有竞争力；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石化产业，其实台湾是非常有很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大陆给台湾优惠政策嘛，优惠关税嘛，所以在大陆很多石化产品在大陆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如果说我们终止优惠关税，那么它的竞争力就会弱化。那么弱化以后，这就存在着期待市场周边的韩国，包括新加坡，他们石化产业也很强，所以他们竞争力就强了。台湾期待啊，他其他的竞争力企业就竞争了，那台湾这些产品这些企业在大陆市场占有率就会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终止这个12项石化产品，当然会对台湾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当然，我们对台湾经济影响，我们要做出科学、实事求是的判断。不像台湾当局或台湾有关部门讲的，对台湾经济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影响，这不符合事实。它对台湾经济、产业、心理各方面影响可是非常重要的。ECFA 作为惠台政策，是促进两岸经贸合作与供应链协同的重要举措。然而，民进党长期以来呢，一方面在不断的抹黑攻击 ECFA， 一方面呢，对 ECFA 带来的好处是照单全收。对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虚伪的面目，你觉得它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真实的状况？显然，这背后就是台湾地区那个实行多年的这个政党政治啊，这种选举政治造成的这种政治人物。他是为了骗选票，但是这帮人骗完选票以后，选票骗到手了，他可以编造各种托词借口，什么都是他说他反口了。当然有些他非常赤裸裸的，连借口都不用找。过去这8年时间，我们看到民进党他也非常担心 ECFA 被那个终止掉，因为这确确实实。经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民进党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在台独问题上如此，在两岸经贸关系，在 ECFA 这问题上也是如此，吃相也非常难看。是的，民进党当局前几年喊得最凶的是什么？新南向政策，目的就是要绕过中国大陆啊，但是效果怎么样？我们看到，实际上对东盟国家的一些出口。做得并不好，对大陆的这种贸易上的依赖还是非常强的。那朱先生，你觉得这个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可以说与大陆这边脱钩，摆脱对大陆所谓的经济依赖。台湾方面不是今天才开始提，90年代李登辉就提出了像借机用人这样的口号，而像陈水扁也提出了南向政策。再像2016年之后，民进党蔡英文包括赖清德都提出了新南向，但是呢，这个结果却是频频打脸。我想这个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2个。第一呢，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这样一种经贸往来和经贸的联系呢，它是基于两岸之间天然的血缘和亲缘关系结成的。它不是简单的利益关系，可以说有着广泛的这样一种民族认同、民族情感在里面。这不是一小撮政党或者1、2个政治人物喊2个口号、讲2句话就能够去抹杀的。那么第2个呢，可以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最活跃，也是潜力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全世界可以说都与中国呢发生了广泛的经贸联系。所以赖清德所谓的走进世界和脱离对于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依赖，这个命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这样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被经济规律而行的事情，当然会屡遭打脸。值得关注的是，海关总署决定自12月22号开始呢，恢复已经暂停1年半的台湾地区石斑鱼的输入。朱先生，我们看到大陆方面正在积极的、不断的推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这个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注意到，不管是对于这个放的这一部分，就是开放了相关的水果以及渔业产品的这样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个禁止性措施，现在把它开放了，还是收，都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 ECFA 的框架之内来进行，表明
中国大陆在处理这样一些经贸往来方面的问题上，它的这样一种法律的工具箱和法律的手段是越来越充沛，那么使用呢也是越来越灵活。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就台湾的一些行业，尤其是那个石斑鱼养殖业者跟他们一些协会，包括台湾在野党的一些政治人物，他们为他们奔走，为那个这些养殖户啊去那个争取解决问题，做了大量的努力。本来如果是公权力部门直接去解决问题的话，会非常快的，效率非常高。对，就保持沟通畅通的话，会效率非常高。台湾当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为什么它会缺位？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功能失去了？也体现了民进党方面的这种治理无能、罔顾民生。近日，台湾2023年度代表字评选结果公布，缺字在58个候选字当中，以8565票位居榜首。今年是台湾年度代表字评选活动的第16年，从2016年的苦、2017年的忙，到随后的翻、乱、易、窄、长，再到今年的缺，每个字都刻画了那一年岛内的社会意向与民怨。这8个字可以说精准浓缩了蔡英文当局上台8年来的施政表现。当前台湾的民生经济状况究竟如何？民进党当局施政无能，引发下架民进党浪潮，民进党执政还能走多远的？一起来洞察关键。台湾地区年初爆发缺蛋危机，鸡蛋产量锐减，蛋价飙涨，各大连锁超市实施限购令，并呼吁消费者不要囤蛋。当时情形下，岛内一度出现缺蛋乱象。民众如果成功买到鸡蛋，甚至会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是鸡蛋富翁，这正是缺字的直接体现。蛋商的价格跟传统市场的价格就不一样，对，一斤差到1、20块，因为之前有更夸张，这边是110，有人卖到200。也没办法啊，大家都一直加上去啊，没蛋人他一直加价钱啊，对，我们也就只好跟着加，不然他单不给你，你也没办法。台湾2023年度代表字缺字的推荐人是桃园市长张善政，他的推荐理由是：房价攀升，有感通货膨胀，让人民荷包缩水；农业机关失职，长期缺蛋，蛋价高涨，还显酿食品安全危机；企业界忧心电力匮乏，影响投资信心；公安意外频出，屏东工厂大火，更让民众缺乏安全感。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缺字成为2023代表字，相信没人感到意外。台湾这几年一直处于百缺待补的困窘状态，当缺和抢成为台湾的日常，民众将失去对当局的信心。事实上，台湾经济总体上已经处于深度低迷状态。根据台湾地区统计部门统计，2023年前3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的同比实际增速仅0.11%，较2022年的2.59%大幅度下降。就全年预测情况看，去年11月底时，台当局统计部门预测2023年经济成长率为2.75%，今年5月、8月和11月分别将该预测值下调至2.04%、1.61%、1.42%。2023年台湾 GDP 实际增长率将创2010年以来的新低。据多家台湾媒体报道，体感贫穷成为2023年台湾多数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一方面，有数据显示，10年来台湾人均 GDP 涨幅有42%，但台湾劳工的全年薪资中位数只增长了14%。另一方面，台湾近年来的通货膨胀趋势十分明显。从2020年开始，台湾物价上涨达10%，肉类、蛋、面包、米、面等17项重要民生物资更上涨了22%。2022年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3%，已高于通货膨胀警戒线。因为那个台北物价比较高吧，像以前的话，衣服什么的娱乐费会花很多，现在几乎不会花。现在刚出社会，那其实我钱包我一直克制在，就是1个礼拜不要超过500块。目前刚出社会，薪水不是很高，会克制自己的开销。但民进党却罔顾事实，自2016年执政至今，总是声称岛内经济数字亮眼，台湾人民过得幸福美满，连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回应质询时都顾左右而言他。
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排骨啊，越来越薄。现在的排骨饭我吃了哈，跟我大概10年前比起来，大概剩1/2。你说那个大小有没有？大小是一样，可是它可能一片肉啊，拍，对，把它拍平了。这也是我身材保持的越来越苗条的原因。不，我现在不在讲这个，我是替所有的上班族，重点是他们觉得压力很大。如何拯救台湾经济，民进的当局不可能不清楚。数据显示，两岸贸易往来对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据海关总署统计，2011年两岸贸易额为1600.3亿美元，2022年的两岸贸易额为3196.78亿美元，11年间翻了近1番。近年来，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相比之下，台商比台当局要清醒得多。近年来，大陆先后出台公布了31条措施、22条措施，不少地方还制定了本地鼓励与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鼓励台商投资与支持台资企业的政策体系，也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独特方式。可以说，大陆仍然是台湾对境外投资最重要的选择目标之一。据统计，今年1至9月，台商台企投资大陆规模保持稳定增长，台商投资大陆的项目数同比增长23.9%，实际使用台资金额同比增长7.5%。这证明，在全球经济低迷、岛内投资下滑的情况下，台商对大陆投资增长显示出其对大陆市场的良好预期。公众号日月谈天总结2023两岸关系时指出，在今年国台办的回应表态中，和岛内民众利益福祉相关联的高频词分别是和平与融合。两岸和平是当前岛内民众的首要关切。台湾《中国时报》刊发多篇文章探讨台企如何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两岸关系好，避免战争紧张，经济融合发展，台湾青年才有未来。台湾地区2023年度代表字票选结果呢，近日公布，缺字在58个候选字当中位居榜首。过去台湾工商界忧心的5缺啊，刘先生我们看到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现在呢又是缺蛋、缺肉、缺药等等。那您觉得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啊，反映了台湾社会目前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民进党当局过去这些年来，整天就是纠缠在意识形态上。讲直白点，就是台独意识太多了，就是一系列跟民生相关的问题，他不重视。那个老百姓总觉得缺很多，有人说他们缺德、缺心眼，什么都有。但我觉得说他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大局意识，缺同理心。原来所讲的5缺是长期的缺，那么现在以后这缺的不断扩大。什么都缺，包括民生用品呢，缺蛋缺肉，那是充分反映了民进党的治理能力、治理危机，还有处理两岸的能力危机。所以民进党执政期间，我们发现什么特征呢？其实，在民进党执政时期，由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先进性，所以台湾这年税收是不错的，所以台湾财政收入是不错的。可是钱去哪里去呢？民进党花了几千亿搞水利工程。但是呢，没有效果，依然是民生危机没有得到基本的解决，而且是越来越困难，所以发生了这么缺的危机。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危机是民进党坚持以台独为主，所以造成很多的后遗症，让台湾走上一个衰落之路。数据显示，依靠进出口外贸立本的台湾地区呢，却连续13个月在出口外销订单方面衰退。此外呢，民进党当局再度的下调了今年台湾经济的增长率到了1.42%，是创下了14年来的新低。这样的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什么问题？那么由于台湾那个半导体电子产业比较有竞争力，所以前2年台湾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就对2023年原本的预计经济增长率也是2.45左右。那最后，外部的形势恶化，加上台湾当局蔡英文治理的能力弱化，加上对两岸关系的对抗，所以内外大环境造成影响下，台湾经济出现持续的下滑。所以我说 ，A 将仇报，因为大陆是台湾经济的 A 人呐。对大陆搞仇视，你仇视你的 A 人，那台湾经济怎么能搞好呢？和大陆搞对抗还一文不读，
所以对台湾的民间投资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2023以来，大陆民间投资下滑是台湾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我们看到商务部呢也有这样一个数字，1到9月份，这个台商台企赴大陆投资的这个规模，仍然呈现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这些台商来中国大陆，它的发展它是要有比较优势的。他如果跑到东南亚、跑到美国去、跑到其他国家去，他可能自己优势体现不了。但他来中国大陆如鱼得水。我们见了很多那个在大陆发展台商，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我一来我就像回到家一样的，我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我来中国大陆发展是非常自然的。然后呢，这些年中国大陆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个各种惠台的一些政策措施，帮助台商在中国大陆那个发展的这些那个政策，它是一波接一波的。对，我们考虑的非常细。对，包括他们的那个生活，他进出那个大陆。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些那个政策，包括孩子的就学啊什么等等，包括他个人在这边的一些那个证件的问题，比如说要住酒店啊，要搭高铁啊什么，它都有涉及到大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都要调整，那个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大陆一直在改善、优化，来帮助这些台商更好的去节约一些成本。然后呢，提升他们的竞争力。这些我们在跟很多台商沟通过程当中，他们也都非常感慨了，就说非常感谢大陆方面在这些方面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大陆依然是台商最重要的选择投资地之一，还有台商的投资形态变化了，就是在大陆投资台商的大规模的再投资是统计不到我们说台商投资里面去的。我是一个在大陆做食品行业的大集团，他在安徽投资一个食品方面的项目，10亿人民币，大概今年就可以投资开始生产了，这就没法统计在进去。所以台商对大投资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了。12月26号下午2点，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第2场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举行。中国国民党侯友宜、民众党柯文哲、民进党赖清德再度交锋。依据相关规定，电视政见发表会应举办4场，其中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3场，副领导人候选人1场。每一场候选人于每场电视政见发表会发表政见时间为30分钟，分3轮发表政见，每一轮时间是10分钟。28号将进行第3场领导人候选人政见发表会。距离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不到3周的时间，赖清德民调一直领先，为何近期出现了波动？2024共同的去处理所谓的核电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反对核电废核已经写进了民进党的党纲，已经成为了民进党的神主牌，已经被民进党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操作绑死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矛盾，这样的一种冲突，才会使得我们今天去看赖清德在面对外界对他的能源政策的质疑的时候，显得无力招架，无力回击。目前，在蓝绿支持者基本盘基本固化的情况下，年轻人、中间选民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根据统计，40岁以下选票约有600万。年轻人的影响力未必可以让人当选，但失去年轻人的选票可能落选。与此同时，首投族也值得关注。据台湾选务部门统计，此次选举首次投票的20到24岁的00后人数约为102万。虽然占总选举人数不到1成，但网络时代首次参与投票的人，常被视为岛内社会议题的造浪者，引领政治人物跟进。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钮泽勋说，他们的特性是没有传统的政党倾向，对候选人的好恶变动快速，可以片刻造神，也可以瞬间毁神。目前针对青年票，中国国民党锁定岛内高房价、少子化问题，推出青年购屋、客服免学费、学生学贷免息等政见，针对青年与年轻夫妻痛点对症下药。柯文哲则关注教育、生育、房贷等解决方案。而民进党方面，过去非常擅长拉拢年轻选票，但有观察指出，此次2024选战中，赖清德所到之处虽有铁粉热情呐喊，但鲜少有年轻面孔，
与蔡英文过去的选举场子气氛差很大。台湾《中国时报》就曾分析认为，民进党此前受到年轻人青睐，但8年执政下来，贪污弊案成为包袱。蔡英文2016年竞选时提出，任内兴建20万户社会和青年住宅，解决年轻人无法买房的困难。但7年后只有2万多户完工，民进党自然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在这一场选举过程当中，也是一场所谓的三方竞逐。那么领先的赖清德，稍微落后的侯友宜，以及位居第3的柯文哲，差距坦白来讲都不是那么的大。尤其是第1名的赖萧配和第2名的侯康配，差距从目前的各方民调来讲，大概就是5个点左右。从这个角度上讲，双方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所谓的白热化阶段。那么未来谁能够获得这场选举的胜利，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更多的去争取那些政党倾向不是特别明显的青年群体的支持。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年青年票的流向可能会是影响最终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入3周倒计时，根据12月27号最新民调显示，民进党赖萧配与上次相比微幅增加1.9个百分点，达到38.1%。国民党侯康配不增不减，维持34.8%支持度；民众党柯盈配则流失1.5个百分点，只有19.2%。台湾前民代沈富雄就表示，赖皮寮的议题对赖清德伤害不大。再来就是国民党最有信心在6都的大型造势好像没有效果，国民党总部侯办剩下来的1天都不能浪费，回去好好检讨要如何抓回人民的信心，太重要了。为了争取更多深绿选票，抗中牌是赖清德一贯打法。近日，赖清德老调重弹，污蔑大陆，抹黑两岸服贸协议，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在12月27号指出，台独意味着战争，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推高台海形势紧张动荡，把台湾一步步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许多国际媒体认为，台湾现在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台海形势处于最危险时刻。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当局的头面人物，自诩台独工作者，却说自己当选风险最低，你们信吗？台湾民众会相信吗？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此外，我要强调的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反对台独，维护和平，乃人间正道。就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临近这一敏感时刻，美国12月16号再次批准对台军售。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2次对台军售，也是今年第5次对台军售。此次将向台湾出售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全生命周期支持以及相关设备，总价约3亿美元。美军方声称，此次军售旨在强化台湾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力量的平衡。对此，台外事部门第一时间表示所谓感谢，声称台湾会致力提升防卫能力，持续深化所谓台美关系。评论指出，这些二手淘汰武器确实产生了置换效果，民进党当局甘当冤大头，加急军售成了一面镜子，再次照出民进党当局的既蠢且坏，再次印证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的基本判断。此外，白宫当地时间12月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已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将涵盖8810亿美元的支出，比去年增加了280亿美元，其中有多项涉台内容，包括美国要全面武装台湾军队，增强台湾地区的自我防卫能力等。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彬华在27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所做的严肃政治承诺，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台消极条款，立即停止武装台湾，停止毁台害台行径，停止介入台湾地区选举。近日，台湾多家民调机构进行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岛内有高达60%多的民众呢期待2024下架民进党，实现岛内再一次的政党轮替。觉得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我前阵子去日本，在日本见到了日本一位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叫小笠原欣幸。这个人对台湾选举是非常用心的，而且也历次的选举，他的预测证明这个人功力是很深。我就特别问他，所谓的有将近60%的选民要求下架民进党，这个到底是选举操作，这是民意调查故意这么做，还是真的？他非常明确告诉我，真的如此。所以民进党在台湾这个执政不得人心，这是真的。现在就看在野党能不能抓住机会。抓住机会。知道这个年轻人这个群体是三方各方都在拉拢的对象啊，觉得年轻人会把票投向谁？的确是，好像说年轻人比较支持绿营，比较支持民进党，这已经变成一个神话一样的。但这次的选举，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端倪了。年轻人已经从自己的就业，从自己的薪资收入，感受到说台湾这样子虚耗下去，对自身的前途是不利的。所以这次选举到底年轻人票的流向走向何方，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也是我们研究两岸关系未来发展走向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这个陈水扁执政的8年时间，改课纲出台台独的教材去中国化营造了所谓的这个台独的一群年轻的群体。那么蔡英文这8年可以说也是持续的把这个趋势巩固下去，再给民进党8年时间，再让民进党去折腾8年那么台湾地区的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走向确实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呢，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社会的中坚那么当台湾地区的社会的中坚力量台湾地区的这样一个主体的群体都开始接受这样一个去中国化和台独的教育甚至可以说从过去去中国化转向去中华民族化这种教育的话，那么对于以后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基本盘，可能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回顾这一年，今年国台办的回应表态当中，和岛内民众利益福祉相关联的高频词分别是和平与融合。同时梳理国台办的表态，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在外界普遍认为两岸关系紧绷的当下，和平统一依然被多次强调。那么各位对此有什么样的解读？大陆释放的善意，岛内民众能够感受到吗？可以说一国两制依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和平统一对于两岸民众的福祉，对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以及对台湾的长治久安意义呢，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很多台湾民众所感受到的是中国大陆的诚意和善意，但是同样也有很多台湾民众在民进党和岛内的一些媒体的渲染之下，认为是大陆的统战的策略。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既要向他发出信号，也要向他去发出明确的能够去让他认识到。中国大陆真正意图的这样一种信号，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还是任重道远我想这个里面还需要我们去做非常多的工作，付出很大的努力。决一次冲突、非和平的解决危机，都会造成巨大的伤亡。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大陆方面一直坚持和平统一的路线或方向，这是应该说我们可以高度的肯定和赞同或支持的。同时，在这种和平统一旗帜下，我们也高举两面旗帜，也就是和平与融合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在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方位当中去看待。那么，我们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我相信大陆方面强调坚持和平统一，它是建立在自信、定力、实力的基础之上。开始更加科学的、理性的去处理好台湾问题。我想这样对海峡两岸、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
最有利的选择。当然，我们也做好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足够的准备。